2025年还在用 AK， 俄朝联军为什么没有新步枪？乌军持续轰炸，俄石油产量创下20年最低纪录。印度购买100门韩国 K9 火炮。2024年12月31号，乌克兰第8特种作战团的军士米哈伊尔·马卡鲁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经过对朝鲜士兵遗留物品的搜查后，他们得出了这一结论：他们的背包里没有军用食品，只有一些手榴弹，但并不是苏联时期的型号，而是劣质的手榴弹，还有一些低级别的军用医药包。马卡鲁克还提到，朝鲜士兵似乎接受过苏联标准的军事训练，所有装备，包括卡拉什尼科夫 AK-47突击步枪，似乎都是由俄罗斯提供的。他还发现，朝鲜士兵携带着俄罗斯香烟和多个打火机，可能是做纪念品或者交易物品。AK 系列步枪作为全球最广泛使用的轻武器之一，其可靠性是无可否认的，但其设计也有很多缺陷，尤其是在射击精度方面。这些问题主要源自其独特的设计原理和工艺限制。尽管俄罗斯方面曾多次尝试通过改进解决这些问题，但由于工艺、资金等方面的制约，始终未能实现大规模的升级和部队装备。首先 ，AK 系列步枪采用的长行程活塞导气原理虽然简单且极具可靠性，但在精度上存在较大问题。与短行程活塞相比，长行程活塞结构更为复杂，重量较大，射击时枪机框来回运动会导致整枪的重心发生剧烈变化，这种设计使得射击精度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在全自动射击时，枪机框的剧烈运动和活塞的高质量对精度的稳定性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其次 ，AK 系列的导气系统采用了过量导气的设计，这一设计本意是为了确保在恶劣环境下的高可靠性，能够保证自动机克服沙砾、泥土等外部干扰。但过量的导气导致枪机框运动过于剧烈，增加了后坐力，使得射击精度大幅下降。尤其是在连发射击时，过量的燃气推动使得枪机框的后坐变得更为猛烈，影响了武器的稳定性。另外 ，AK 系列的枪机框导引长度较短，这使得自动机的运动非常不平稳。在射击时，枪机框和活塞相互配合的部分非常松散，导致了在每次射击过程中，自动机的运动经常会出现不规则情况。这种不规则的运动方式也是精度不佳的根本原因之一。虽然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的步枪设计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例如采用短行程活塞和可导气设计，在保证高可靠性同时，显著提升了射击精度。但苏联在设计上一直坚持长行程活塞加不可导气的路线。这种保守的设计选择虽然能在极端条件下保持较高的可靠性，但却牺牲了精度和现代化的射击性能。此外，俄罗斯虽然通过平衡自动原理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在 AEK-971步枪中采用了配重活塞设计，利用反向运动的枪机框和配重活塞相互抵消后坐力，以提升精度。然而，由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和生产工艺的限制，这些设计并未能够广泛应用，并且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些武器仍面临着高昂的制造成本和生产难度，使得俄罗斯大规模装备部队的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尽管俄罗斯在多次武器选型中尝试过不同的设计创新，最终仍以 AKM 或者 AK-47系列步枪作为主力装备。虽然这些步枪在射击精度上存在缺陷，但在成本、生产和维护方面的优势，使其仍然是俄军的主要步兵武器。而新一代的 AK-12步枪虽然有所改进，但整体设计仍延续了 AK 系列的传统，难以彻底解决精度问题。1月2号，乌克兰国防部发布消息，总结了2024年俄乌战果。总体而言，2024年俄罗斯部队占领了4168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但每占领1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俄罗斯就要平均损失102名士兵。今年俄罗斯的进展较为缓慢，尤其是在2024年中期，促使俄方重新调整战略，决定在24年底之前将红军村的占领作为主要目标。
乌克兰部队在2024年共击落了1300枚俄罗斯导弹、11200架攻击型无人机、3200架侦察型无人机、40架飞机和6架直升机。根据最新战情，俄罗斯在库拉霍夫方向集中了大量兵力，试图围困乌克兰防卫部队。预计敌军可能会从北方和南方同时进攻，以围绕库拉霍夫地区展开战斗。此外，俄罗斯在黑海和亚速海的海军力量保持待命状态。黑海部署有1艘巡航导弹舰，地中海有8艘，包括3艘巡航导弹舰，总发射能力为26枚巡航导弹。目前，俄罗斯军队的主要攻势集中在多个方向，并计划通过围绕乌克兰防卫部队的关键阵地进行战术部署，同时加强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战略目标推进。各方面的战斗仍在继续，乌克兰防卫部队在多个方向坚守阵地，成功抵抗了俄罗斯的多次进攻。随着战事的发展，双方的军事对抗依然激烈。虽然俄罗斯在战区掌握了一定主动权，但俄国内的经济情况并不明朗。根据油贸分析平台的数据显示，24年俄罗斯的日均原油生产量为1254万吨，这是从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炼油厂的生产量也创下了自2012年以来最低纪录，原因是无人机袭击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维修。俄罗斯的石油产业对其经济至关重要。作为全球第3大石油生产国，俄罗斯的石油生产占全球总量的12%以上。因此，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以削弱普京政府的资金来源，并惩罚其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的行为。这些制裁包括近期对俄罗斯海上石油设定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尽管俄罗斯通过所谓的影子舰队绕过了这一限制。乌克兰则成功通过无人机袭击打击了俄境内的多个石油生产设施，尽管乌方通常没有公开承认这些行动。24年，俄罗斯多个重要炼油厂成为乌克兰无人机攻击的目标，造成严重生产中断。尤其是位于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图阿普谢俄罗斯石油公司炼油厂，该厂在1月和7月分别遭到2次袭击，生产量骤降近60%。另外，位于夏诺夫格罗德的尼日尼戈罗德炼油厂也因袭击导致生产量下降了21.8%。受袭击的影响，俄罗斯零售汽油价格在24年上涨了11%，达到了每升60.57卢布。分析人士预计，尽管短期内俄罗斯石油生产受到严重打击，但对于设备的需求依然存在。俄罗斯的石油产业有望在未来逐步恢复生产。预计到2025年，若下半年产量保持稳定，俄罗斯的石油加工量可能会增加4%到5%。然而，欧洲国家仍在努力遏制俄罗斯的石油贸易。俄罗斯将继续依赖其影子舰队进行出口，以保持资金流动，并支持其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印度政府在12月23号与韩国的 LT 公司签署了一项重要合同，决定采购100辆 K9 Vajra-T 自走榴弹炮，价值约8.5亿美元。这笔交易不仅是韩国军工产业的重大突破，也是印度加强国防自主的关键一步。根据军文网站的报道，印度政府此举旨在提升其武装部队的现代化和地面作战能力。LT 公司将在位于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哈奇拉镇的工厂生产这些 K9 自走炮，以满足印度军队在不同地形的作战需求。此外，该采购也将有助于推动印度制造政策，进一步增强其国防自主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7年 ，LT 公司便获得了韩国韩华集团授权，在印度本地生产并组装首批100辆 K9。最初的10辆在韩国生产，后续的90辆则在印度完成组装。这次增购的决定进一步深化了印度和韩国在国防与军工产业领域的合作。K9 自走炮作为韩国军工的代表性武器，具备卓越的作战性能。它采用了全焊接结构，使用了 POSCO 为 K2 黑豹坦克项目研发的 MIL12560H 装甲钢，能够有效地抵御152毫米高爆弹、14.5毫米穿甲弹以及反人员地雷的爆炸和碎片。此外 ，K9 还配备了空气净化系统，能够保护成员免受化学、生物、辐射和核威胁。K9 的动力系统是由一台1000马力的 MT88 EKA500 MTU 发动机提供动力，
并且结合了 Allison X1100 5A3 变速器，整车重47吨，最大时速可达67公里每小时，并且具备较强的越野能力，可以适应沙漠、雪地、丛林和山区等多种地形，最大射程41公里，配备155毫米52倍镜的 CN98 火炮，并且具有极高的发射速率，能够在15秒内完成3轮射击，并具备多个目标同时命中能力。K9 还具备快速机动能力，能够在30秒内重新定位，提升其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此外 ，K9 还装备了先进的 ATLIN 5000战术先进地面惯性导航系统，确保在复杂战场环境中实现高精度打击。该系统采用了环形激光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能够提供极高的定位精度，为火控系统提供精确的数据支持，使 K9 自走炮在实战中能够达到精准的打击效果。除了自走炮外呢，韩国的航天与航空产业也迎来良好机遇。韩国航空工业公司上周宣布与伊拉克签署了一份价值约新台币30亿元的 KUH-1中型通用直升机出口协议，预计将在2029年3月前陆续交付。这是韩国国产直升机首次外销，标志着韩国在国际军工市场上的进一步崛起。尽管韩国面临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但军工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与印度等国的合作中展现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也为韩国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显示出军工产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不断提升。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